各位好，欢迎回到今天的娱乐新天地。第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上，《九龙城寨之围城》勇夺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动作设计等9项大奖，风头无两。风格要变，风格要变。第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上，《九龙城寨之围城》勇夺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动作设计等9项大奖，可以说是风头无两。香港电影在进入21世纪之后，面临本地市场低谷运行的窘境。新人演员凭借新片树立票房号召力的机制摇摇欲坠，由此形成前辈明星持续独当一面的固化模式。时至今日，吴彦祖、谢霆锋等曾经的新人类，现已人到中年。他们主演的电影尚且不多，00后新一代的新人演员更难有机会独挑大梁。今晚，在这个中秋奇遇夜，我们和上海的赏月新地标相遇，和那些如诗如画的瞬间相遇，和那些如梦似幻的光影艺术相遇。这一轮好稳，好稳。那同样，我们也在和自己心中那份思念相遇，和那份对团圆的期盼和渴望相遇。其实啊，人生就是一个不断相遇的过程。但是相遇过后，我们更要懂得珍惜。今晚的这轮中秋圆月将珍藏在每个人的心中，而这份幸福感也将永伴你我。我们同样心怀渴望，歌唱同样的祝愿：愿山河长久，国泰民安，愿幸福安宁，皆得所愿。很有晚会的结束感，大晚会的结束感。其实总体来看，他们这2轮的稿件处理是各有千秋的，就看他们最后一轮人物讲述的发挥了。旗鼓相当啊，这是针锋相对，风格不一样。一个是女中女低的那个音域宽厚，那一个是女中女高的音域明亮。这么说，第4轮要决胜负了，人物讲述。人物讲述要带一点体验感，要带观点了，所以这是他自己写的。自己写的。朋友们，欢迎回来。他不是干部，但省委书记来了都要给他让座。他无儿无女，但孩子们见了都要喊他一声妈妈。他是谁？他获得了2021年感动中国人物7·1勋章。为什么他能获得如此的荣誉和荣光呢？接下来我们就来走进她的故事。她是一名普通的乡村女教师，她就是来自云南华坪女高的校长张桂梅。或许是自己淋过雨，所以也想为别人撑一把伞。她和丈夫在大理的一所中学开始了教书。然而好景不长，丈夫因病去世。在丈夫去世的1年之后，她又被查出了患有子宫肌瘤。手术结束后，张桂梅躺在病床上辗转反侧。她想到这些天老乡们对她的照顾，她告诉自己，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，就要站在讲台上。2008年，华坪女高成立，这是全国唯一的一所免费高中，专门为了贫困家庭里的女孩们来上学。13年来，2000多名女孩走进了学校，也走出了大山。正如华坪女高的誓词所言：“我生来就是高山，而非溪流。我欲与群峰之巅，俯视平庸的沟壑。”观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人物故事，我是雨佳。首先，我想要给大家分享几个数字。另一种风格了。 63岁，20多种疾病，40余年，1804张录取通知书。哦，这个更抓人。这开场好。这是张桂梅老师的简介。
相信张老师的故事大家已经非常的耳熟能详了。在云南华坪的大山深处，一所很特别的女子高中，在过去15年送出了数千名的女学生。但是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在张桂梅这个名字的背后，藏着一个未曾写就的玫瑰。在1957年，黑龙江一个开满着野玫瑰的小村庄，它叫赤眉火龙。在这个地方，一位父亲望着漫山遍野灼灼开放的野玫瑰，满怀希望地为他的女儿起了名字，叫张玫瑰。在户口登记的那天，当时的登记人员踌躇了很久，却在那个上面写上了自己更熟悉的2个字：张桂梅。而这只未能绽放的玫瑰，却被命运又带到了千里之外的贫瘠的山村。在这里，他看到的是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。在这里，14岁的女孩被父亲明码标价，等待出嫁。本该握笔的手，却因为去挖野菜而皲裂，破败不堪。为了追回辍学的女孩，她翻山越岭，摔入泥沟，她的食指到现在还缠着胶布。为了让女孩们有书读，她四处奔走，饱尝白眼。玫瑰的灿烂陷入了泥土的最深处。它是真实的人物故事，立得很有血有肉。对，你说的特别对，就他是一个讲述者。去年冬天，有几个毕业的学生回来看他，他们簇拥着张老师走过操场，有的人创业了，有的人成家了，也有人选择回到山村成为一名教师。那一束束倔强的野玫瑰，在冻土里又抽出了新的嫩芽。这些看似在风中摇曳的小花，让我们明白，那只当年户口簿上没能写就的玫瑰，并没有消失。它以另外一种方式，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，在2000多个被点亮的生命里，给我们共同营造了一场最美好的春天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人物故事，我是雨佳，下期再见。它有人物，有情境，然后有故事，有脉络往前推进。这段词儿的质量远远好过这段词儿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实力，雨佳，看功底，看功底。佳宁在形式上已经无可挑剔，但是雨佳在内容上更胜一筹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好，不错不错不错，你们俩可以吃点东西了，休息一下。好的，谢谢。走，走。师姐，你吃饭了吗？我们吃了，给你们带了。我2个小时前点好了海南鸡饭，结果到现在都还没吃上。对不起，雨姐。没事没事，不是怪你的意思啊，就是咱们就是说非常惊喜，一次特别的体验。这块他没人对吧？没人。哇哦，谢谢。有凳子吗？多余的。哇哦，欢迎新同学。哎，都是熟人耶。嗨，姐，我们也是去年暑假见的吧？去年？哎，前年。是去年。你俩是什么机会？新华社的那个活动，对。哦。哎，所以说你跟大家其实都是认识的。我好像认识4个，我认识一半。就是还有程朗，因为这个圈子就是蛮小。是吧？我这样子。谢谢程朗，谢谢。好，你们忙吧。我觉得那个最后赢不赢不重要，不重要。雨佳被激活了，被激活了。真的替雨佳心里松了一大口气。紧张吗？还可以，结束了就还好。校对结果。紧张吗？没有，咱第一次紧张，他肯定比我紧张。他第一次到那个演播室，第一次用那个提词器。哦，你在楼上那个演播室。对啊，所以肯定他会比我更紧张一点。而且我俩抽签，他抽的是152，准备时间久。好，各位同学，还有代教老师、助教，我们一起到大会议室。还没吃饭又被叫走了，这一顿饭真是一个海南鸡饭。雨佳，我这口饭到底能不能吃它？
然后代教老师需要怎么样？感觉没太表现好。没事没事，刚开始。好，大家都到齐了。那刚刚佳宁和雨佳进行了考核，我们3位老师经过了非常认真的评议，有了一个最终的结果。雨佳胜出。佳宁和雨佳这轮特别考核胜出的是雨佳，雨佳该要一个大大的微笑了。雨佳 ，yes， yeah， 笑出来吧，雨佳。谢谢老师。手累成功。手累成功。我觉得这一次李雨佳的表现是比她前几个课题都要好很多的，就是她每一个播报不同的节目风格把握得很准确。我觉得她交流感和目标感更强一些。我觉得她眼睛里她有对象，我在看着一个人说话，我在看着一些观众在说话，不错。那也就意味着接下来佳宁是带0分，进入我们接下来的实习。哎，所以就不用淘汰了，对吗？不是不用淘汰，只是佳宁以0分来进入到我们下一轮整体的。那就是说后3名还是会有可能。现在变成4个0分了。然后经过接下来这一轮的课题发布，再来看。没分啊，老师。你没有分。我以为我有分。雨佳还想要2分。你只是作为守卫者，对，手累成功，手累，好的，辛苦了姐。哇，他真的挑了这所有里面新闻播报这4轮最强的，我觉得是，这是不是？是他挑了最强的一个。我的妈！那佳宁其实这样的话，他就同一起点，大家对他的期待，所有的东西要求标准都会放在了同一起跑线，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事情。没错，没错。那下面我们就发布课题4。我们课题4是多类型节目考核，我们一共给大家准备了4档节目，可供大家来进行选择。每档节目呢，我们会选择1名优胜者，获得相应的积分。每档节目选1名。那4档栏目考核积分不同，每组能够容纳的实习生的数量也不同。第1档新闻夜线，观众朋友晚上好，欢迎收看新闻夜线，我是张希，我是郭凯旋。受第6号台风，张希老师那种感觉很帅。太平洋百货徐汇店日前发出公告，那有关涿州救援的最新情况，我们马上连线特派记者冷伟。冷伟你好。当时我们接到报警的时候，报案人是怎么说的？是这样的，被害人报案之后呢，是1档新闻资讯栏目，是20分。考核方式是在我们上海广播电视台魔都之眼 S2 演播室进行1小时的模拟直播。考核时间是7月30号的晚上。实习生将作为节目主持人来播报热点新闻，并将新闻当事人请进演播室来进行访谈。第2档节目是东方新娱乐。大家好，我是温馨的依依，我是暖心的冯玲，这里是东方新娱乐。这个适合那个小黄鸭组合。有矿，确实。昨天明明是小黄人，今天是小黄鸭组合。娱乐新闻资讯栏目是20分，考核的方式是棚内录制，考核时间7月31号上午。实习生作为节目主持人，合作制作并主持一期东方新娱乐，需要进行娱乐资讯的播报，并针对嘉宾来设计互动的内容。第3档是多人圆桌对话节目，遇见他们是25分。你这个阶段整体感受是什么？感受就是家里那个承重墙倒了，我来就撑起一片天了。这个节目很多人关注，压力挺大的。感觉庞征对这种节目就很有特点了。粮食要顶了。需要实习生以这期的嘉宾来设置核心的主题，
策划并且录制一期双人共同主持的圆桌谈话节目，录制时长是90分钟，考核时间是7月31号下午。双人圆桌访谈，旁征很合适。最后一档节目是下一站。这栋房子是中国第一代建筑设计师设计的大楼，是吧？对，当时住的地方叫做西摩路，是什么？是要走外景。你好，外景探访下一站。我们现在去拜访那个张师傅的家。但是到了目的地，这个门牌怎么和说的不一样呢？是城市生活探访类节目，25分。节目主题是街头摄影师。这适合子泰啊！街头摄影，一路吃嘛，一路玩，子泰真是一个不落下。咱都替他们选了，人家自己的。那玉哥适合哪一个呢？一样，一样。玉哥，我甚至觉得每一样都很适合。考核时间是7月31号。实习生作为主持人合作完成一档外景节目，每位实习生需要独立探访一位嘉宾。那有些节目是需要大家合作完成的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大家既是对手，也是合作伙伴。最终每组只有1个人胜出，哇，拿到积分。在这里啊，要特别说明一点啊，就是贴管实习生佳宁。在考核4当中，只有获得了该组的第1，获得相应的积分，并且留下。哇，他必须要拿第1，他才能留下。如果没有获得该组的第1，踢馆失败。踢馆失败就不能够继续进行实习。那其他同学要明确的是，如果佳宁留下，我们将从其他的实习生当中选择1位，提前结束实习生活，要么佳宁留，要么就走1位0分。好，那下面我们就要来让各位同学来选择自己想去哪个栏目来进行学习。各位同学，我们选择的方式是，大家先进行抽签，选择1到9的顺序。抽完顺序之后，我们按照1到9填写自己的名字。我们先来抽签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那我们就抽呗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哎呀，我是第5，你是第几？是第3哎。3，这个考前有优势。9啊，8。谁是第1个？我还没看。玉林是第1个。反而这种局，我觉得第1个好难选。我。哇！他先选，他先选，所有节目他来选。好好的运气啊！我的运气也太差了，我想数。咱俩怎么命运那么坎坷？每次都是。每次他为什么都是最后？永远是岳林。他俩又是第8、第9。把娱乐新天地留给他俩，刚好。没事，不过这个因为每个人的风格和优势都还比较鲜明。现在2点13分，我们2点18分，大家去开始写自己的名字。老师，我想问，就是以上3个节目，它其实给我们的节目时间只有这么长，还是我们是看最后的成片，还是？你比如说东方新娱乐，你要去录制的过程当中，导师就在看你，对，然后根据你整个过程的表现，给到你一个最终的结果。对你们来说就是直播。张希老师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选的嘉宾是现在选定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。现在选了相应的节目，会有相应的老师跟你们讲具体的规则。好，你们现在选择你们的节目形态，好，和你们想的节目方式就可以了。好的。
好，那我们开始选择吧。这样，每个人自己上来直接写自己的名字。我想选的肯定是选不到了，已经，因为我想选的，肯定也想选。好，好了，佳宁会选哪个？新闻叶线很有可能。啊，哦，娱乐，东方新娱乐。第2位，他选了娱乐。Why？ 庞征去做那个。庞征去外景啊？哦，庞征是外景，去外景了。我觉得诗文应该是那个新闻吧。庞征去外景啊？耶，诗文新闻叶线。他那个样子像。王玉会选啥？王玉要访谈吗？玉哥其实适合做新闻啊，玉哥去采访。采访吗？玉哥。接下来的人，既是选节目，又是选对手。我们没有猜对一个哦，就猜对了诗文，有点一个炸雷啊，砰！啊，节目好看啊，同学们。但我觉得，既然是自己选的，一定是自己有把握的、擅长的。下一个是谁？我思考一下啊。哎呀，我赌他也是新闻叶线。我新闻叶线。娱乐。新闻。再 PK 一轮。我也觉得娱乐吧。不要纠结了。雨佳绝对娱乐。来吧，雨佳。选一个分多的。又一次。哇！又一次，他跟佳宁又碰上了。好，东方新娱乐已经满员了。没有在这儿我拿到分，还要在我这儿离开这里。就你来选我，我就要把你送走吗？是。他俩谁赢了？他赢了，那个佳宁就走嘛。对，是的。哦，该我了。是我把你想选的选了。子泰。采访吗？这个火药味好浓啊！其实也很简单。没想到哦。玉哥。2位男生，子泰，你选下一站呢？子泰，我们在猜测这条路上得了0分。0分。Next one。我已经看到了我最后的结局了。0位去，程朗去播报。程朗。程朗不会。程朗和韵玲当中有一个人要去播报了。朗子肯定下一站呀，朗子。不要选了。又回到最初的起点。韵玲是诗文，也不错。这方案不够逗啊！年轻人有想法，交给你俩一定行。我来加点豆，再加点豆，还是不够逗啊！那就来一大桶趣多多，更多口味，更多豆。趣多多巧克力味道，缤纷豆多多，下次趣多多，一起灵感高起来口趣多多，一起趣多多，我来趣多多，一起趣多多，美味趣多多，哦耶！哎，